北京故宮景仁宮的新展出了史前的石刀、商周的青铜器、漢代的银俑、唐代的三彩马、宋代的瓷罐子、元代的银鎏金瓶、明代的镜架，还有清代的玉器，甚至还有在黑神话钟馗里出现过的汤盘。这个新展的名字叫仁风景丛，展出的文物全都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。为了表示感謝，故宫把捐赠者的名字汇总成代表荣誉的景仁榜，以便大家永远铭记。一看见这個榮譽榜，我都想給故宮捐幾件文物了，可惜我沒有，只能等將來有了再捐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記得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今天又是穿唐制漢服逛北京的一天，現在我們開始。我是2026年4月過去的，首先在東六宮找到景仁門，進門之後繞過門後的石影壁牆，就一路來到了景仁宮區域。這個院子裡邊也有參天的百年古樹，看起來年頭不少了。兩側配殿是書店之類的消費場所，就不必細看了。現在我們走進正殿，準備開始看展。第一個主題叫率先垂範，這邊是領導人捐贈的文物。展示的首件文物是金代的三彩刻童子圖虎形枕，這是一件常規的黃綠配色宋金瓷枕，捐贈人李一蒙是南昌起義時代的老幹部。下一件是明朝的仿鴿釉方形印泥盒，也排布着均勻的兵列紋。所謂仿鴿釉，就是景德鎮在明清時期仿宋代歌謠制作的釉色品種。捐贈者是新中國首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。附近的仿鴿釉葉形硯是荷葉的形狀，其兵列紋分布得很均勻。這是一件清代文物，捐贈人仍是馬敘倫。之後是一大排清代青天石章，捐贈人是知名教育家楚圖南。再往後就是社會人士捐贈的文物了。首先我們看到了能源缽，這是春秋晚期的一件青銅打擊樂器，它出土於清光緒年間，後來學者在銘文中解讀出能源二字，它就得了能源缽這個名字。捐贈者熊樹陶是文物收藏者熊方遂的後人。然後是一件西漢銀貴俑，在西漢文物中這種銀俑是非常少見的，我逛了那麼多博物館都沒見過，其珍貴程度可見一斑。捐贈人為知名考古學家商承祚。下一件是銅鎏金犀牛望月鏡架，這是一件明代文物，捐贈者為龐廣志。然後是銅碧海藤椒紋暖硯，這是一件明代文物，它這個匣子裡留了很大空間，可以用來燒火加熱，冬天沒水就不會凍結了。暖硯就是這麼個意思。捐贈者為天津著名古玉研究專家傅中模。然後是歌謠米黃釉盤，這次可不是仿歌謠，而是真正的南宋歌謠。盤體的釉面上也布滿了細碎的紋路。捐贈者為中國古瓷學家郭寶昌。之後是明永樂年間的青花折枝瓜蝶紋折顏盤，蝶是個生僻字，我特意查了查，原來是小瓜的意思。捐贈人為費炳樹。下一件是皇帝粉彩開光英系圖屏，屏上除了皇帝粉彩花卉紋之外，還有3處海棠形開光，裡邊畫的就是英系圖，總體造型很生動。捐贈人為收藏家張子厚。此外還有一件鬥彩雞缸杯，一般指成化帝朱見深的御用酒杯，捐贈人是中醫院士蕭龍友及其子女等一家人。這邊的書畫就不細看了，因為展出的全是複製品，不是別人捐的原件。現在我們走到另一個區域繼續看展，這邊有一把新石器時代的石刀，它兩面有尖有刃，是哈克文明的產物。捐贈人白德貴是一位內蒙呼倫貝爾的農民，但他發現了這22件遠古石器，歷史便記住了他的名字。後面是新石器時代的青玉斧，這是仿石斧制造的玉斧，明顯不是用來砍東西的，而是禮儀用器。捐贈人為曹漢章。然後是一件青玉天機尊，這是一件清代文物，按說也是仿商周青銅器制造的，但也做了些創新，把尊挪到雞的背上了。捐贈人是金融家兼收藏家周作民。然後是一件唐代端石風字硯，風字指的是它的造型，像是一個風字，也像鳳尾，所以又叫做鳳尾硯。捐贈人是著名考古學家顧帖福。後面是北宋的龍泉窯青釉五孔蓋罐，這是典型的隨葬名器，內中盛放五穀，有風調雨順、五穀豐登的美好寓意。捐贈人是古文字學者羅福儀。下面我們進入紫禁丹心篇，也就是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的捐贈。頭一件就是重量級，它是戰國年間的3年相邦建信軍批，這名字來源於它上邊的2排銘文，前7個字就是3年相邦建信軍，這個建信軍就是督造人，批則是這件戳刺兵器的名字。捐贈人是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考古學家唐蘭。
然後是耀州窑茶葉末釉凸弦纹铭瓶，上面橫着一圈一圈的就是弦纹，这個黃綠色帶小點的叫茶葉末釉，捐贈人是故宮首任院長吳仲超。之後是一件明代的焦黄釉盘，因為釉漿是浇上去的，所以叫焦黄釉盘，因為它顏色焦嫩，所以也叫做焦黃釉盤。捐贈人是受聘於故宮的瓷器專家孫瀛洲。下面又是一組社會人士捐贈的文物，多是外國人以及華僑。第一件是商代的青銅眼，這是古代的老蒸鍋，因為它內部的铭文是樂福富貴4個字，所以文物的名字叫樂福富貴眼。捐贈人是捷克斯洛伐克人魏斯科普夫。下一件精美的瑪瑙牡丹紋花叉是清代文物，捐贈人是美籍女畫家杨令福。然後是一件北宋的鈞窑玫瑰紫釉菱花式花盆托。各位記不記得黑神话钟馗裡放黄魚锅巴湯的那件容器？它和眼前這件極為相似，只是真實文物的顏色要更加鮮豔多彩一些。它在現實中是花盆座，不是用來放湯的。這件文物的捐贈人是澳門同胞何賢。下面是一件元代的鈞窑天蓝釉碗，如果放大了看，還能看到碗裡有密密麻麻的兔毫。捐贈人是日本华侨林南凱。現在我們來看唐代的飞泉琴，琴木是砂木，上邊的深色漆是原漆，而紅色漆則是後补上的漆。捐贈人為古琴名家程寬。后一把琴叫做参雷琴，這是一件清代文物，特別之處是由譚嗣同監制。我們能在鏡子裡看到琴另一面的篆書參雷字樣。捐贈人是收藏家錢君儀。至此我們就逛完了正殿，也就是第一個展廳。如果走到下一進院落，就能發現另一個展廳。現在我們繼續在這邊把剩餘的文物看完。第一件精美的文物便是錯金銀盘赤紋壺，這是一件明末清初的文物，捐贈者為美籍華人范繼榮。它的盘赤紋集中在腹部，中間還夾雜着幾條繩紋，而壺口的位置還有幾個字的銘文，這個很像是鳥篆字。下一件是硨磲刻乾隆帝御題詩七佛左旋白螺，這是用硨磲雕刻出來的假白螺，屬於是一件佛教法器，對應滿清朝廷尊崇藏傳佛教的往事。文物捐贈者為鍾啟明。然後是商代文物青銅戈，它的穿孔附近還能看到少許後世的銘文，但是距離遠看不清楚具體的字。捐贈人是書法家馮大生，他父親馮树是文物收藏家，所以能捐出這個來。下面是一大組甲骨卜辭，這些甲骨的捐贈者又是一位重量級人物，那就是故宮博物院的前院長馬衡。他為甲骨文研究留下了《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馬衡卷》，迄今仍在造福大眾。下一套是三彩胡人牵马俑，這是件非常典型的唐代文物，馬的造型非常雄壯，胡人與馬則是分離開來的。大唐文物中的胡人很多，他們在唐朝帶來了什麼惡劣後果，大家都很清楚，所以說不可沽名學大唐啊。這套文物的捐贈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學家鄭振铎了。然後是一件民國期間的粉彩折枝花卉紋长镜瓶，文物畫風和清朝都是一脈相承的。捐贈者寫的是流亡趙榮，關於他的資料我是一點都沒查着。往後有一件非常漂亮的窯變釉瓶，這是在燒制過程中意外變色形成的樣子，其中顏值比較高的都成為了博物馆中的藏品。捐贈人是台灣藝術家陳佐島。下面是一件盘赤紋盒，盒是古人用來調和酒水的器具，盘赤紋則是上邊密密麻麻的花紋，這是抽象化的龙紋。捐贈人是經濟學家張乃器。後面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的大玉璧，它有着4000年以上的歷史，推測為良渚文化的遺存。但美中不足的是，上面刻着乾隆玉丸4個大字，以及一首乾隆的詩。被乾隆禍害過的玉器有很多，這就是其中一件。捐贈人仍然是前面提到的張乃器。然後是一件绿松石玉圆戈，這個圆是什麼意思？大家不一定記得了，還得翻回那張老圖。它前面刃那個位置叫做圆，用到綠松石的位置叫做內。這件文物的捐贈人是故宮青铜器研究員王文昌。再往後是一件石山子，山子就是古代文人經常放在桌子上的摆件，有时候用它臨時放一放筆。材質一般是以玉為主，但這件就是石頭的。捐贈人為清華大學的化學教授張子高。然後是银鎏金錾刻鳳川牡丹紋玉壺春瓶，這是一件元代文物，上邊鐫刻的圖案就是我們常說的鳳川花。它這上邊也沒怎麼留白，密密麻麻的全是花紋。本件文物的捐贈人是河南普通農民何剛，他也因此而被歷史所銘記。後一件是银鎏金錾刻英龙紋梅瓶，
梅瓶專指此類小口瓶，因為口小，所以只能插梅枝，所以叫梅瓶。其腹部散刻的花紋是鷹龍紋，其口中吞吐雲霧，正在行雲布雨。本件文物的捐赠人仍然是前面提到的何剛。最後一件文物是木雕彩旗鞘腰刀，它的刀鞘材質是漆器，使用了不少金线配色，所以外觀看起来非常精細。這就意味着它不再是普通的刀，而是更近於工藝品了。本件文物的捐贈人是劉宗華、張素梅夫婦。至此，我們就看完了這個展廳的文物。在臨走的時候，我看到了故宮的捐贈文物臨展記錄。從剛建國到現在，故宮已經為這些捐贈文物辦了多次展覽，但我個人居然只看過這一個。其實我個人所逛過的博物館數量已經比普通人多得多了，但和博物館本身的歷史相比，我的那點所見所聞其實也是微不足道的。我個人入坑博物館已經有8年了，這話是在2018年前後，我在給一個平台打工的時候，認識了很多投缘的朋友。在他們的帶動之下，我開始走进博物館，在這個新奇的地方看文物、看歷史、看老祖宗的吃喝拉撒、喜怒哀樂以及愛恨情仇。而我個人做自媒體斷斷續續也有8、9年了，手裡握着不少賬號，但也是直到2023年才突然想明白一件事兒：既然手裡有富裕的號，何不拿出一個不值錢的小號，把自己看过的那些博物馆都拍成视頻記錄下來，匯集到這個賬號裡，爭取讓視頻變得沉浸一些，再沉浸一些。這可以讓很多沒條件過來看展的朋友先從我這邊看起來，說不定也能給他們種草。我們在博物館中透過每件千百年前的東西，都能看到另一群人的人生碎片，那是可以超越个人生命長度的體驗，也是我們在博物館中追尋來時路的原始動力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